灰蝶，曲纹紫灰蝶这种大概大小也不大，小小的一个蝴蝶，它的那个嫩的它的那个虫子的话呢，它就会产卵，产在这个嫩叶里面，然后等它孵化出来以后，它就会啃食这个嫩叶。那对苏铁来讲，1年才长一圈，如果它这年被祸害了的话，它的那年就没叶子了。叶子对一个植物来讲，对苏铁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营养来源。对，它是要进行光合作用，所以的话呢，这个曲纹紫灰蝶就是它的一个天敌。但是有时候在一些公园或者是植物园，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大蚊帐，把它罩起来，原因就是为了防虫。是那种害虫是最主要的，还是其他的都不会吃它？这个就那种是最主要的，对。这边是那个还是那个我们的越南地刺苏铁。那种害虫是不是害虫出现有多少万年了？是不是跟它头是半生的？跟它半生的协同进化的。就是苏铁诞生的那种虫子就有了。对，然后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啊。这个算大还是算小？应该算大吧。来，那个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一颗刚才看到过的叫什么？越南什么树的碧琪树的？记得吗？什么泽米？忘了。越南什么？什么泽米？对，它是来自哪里的？澳大利亚的摩尔大泽米。对，这个就是它的大包子叶球还是小包子叶球？长得很大，像大包子。小包子，大包子。你看它块头这么大。你看它这里已经露出红红的啦，里面就是它的种子。有种子。对，它不仅一个。典型。那你看那边，因为这个它属于泽米铁科的，那边还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这叫大包子还是小包子？这大包子球。你要认真听，不要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其实我喜欢大家提问，但是呢，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嘛，就是所以的话，对，不要重复提问，对，是的，这个没毒吧？有毒，刚才说了。还有吗？动手啊！我们这个安全，自己安全。大家来摸一下这一颗，对。这一颗先摸一下这个叶片，跟刚才我们摸的那个叶片有什么区别？它有点卷，刚才是平的。对，有点卷。它两边是卷的。背面有点卷是吧？这种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铁树开花那个苏铁，就是指的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也叫苏铁本种，就是它，我们一般路边见到的苏铁就是它。然后它这里面呢，除了观察它这个叶片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我把它拉开啊，来，这是花。那大家看一下这边，看到了吗？里面这个有一处，这个枯黄色的，这个尖尖的朝上的，这个是它的另外一种叶子。就苏铁有另外一种叶子，除了这种叫营养叶，然后这个叶子呢是什么呢？就是它叫鳞叶。然后看到鳞叶下面不是有一些毛茸茸的，是吧？毛茸茸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干什么呢？就是起保护作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天敌，它怕它的天敌在上面产卵，它用这个来保护它下面的生长点，免得被这个虫子给吃掉了。上面有蚂蚁，我看蚂蚁不要紧。我看见了，有蚂蚁。大家来这边来看一下，我们反过来，这里有一片的苏铁，这个山坡上有一片的苏铁，跟我们刚才见的都不同。它是什么呢？这里有名字，叫攀枝花苏铁。在我们中国，我们的苏铁是生长在一般是热带和亚热带的地区。那在我们中国的话呢，它的苏铁的自然分布最北线就是在攀枝花这个地方。攀枝花是在四川，对，四川的，它是在那个攀枝花苏铁呢，是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呢？那里面它有，如果去过的话，那里有就是很干很热它的天气比较热，又比较干旱，
然后攀枝花苏铁呢就非常适应那边的环境。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山坡上的这些都是攀枝花苏铁，能够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过去，叶片是不是有一点反光？对吧？它这个就是也是它的一个特性。你看看我们回头看看这些摩尔达泽米，那些都没有这个光泽，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生地是比较干旱的河谷，它那个太热了，那个紫外线又非常的强，它是用这种方式来反射那个太阳的灼伤。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来摸一下它的叶片的话呢，就会，跟刚才那2种又完全不同了。跟越南的比较近。像越南的，它下面它不会卷，对吧？但是它那个明显感觉得到它的中脉，它的中脉是往下鼓的，凸起来的。刚才的那个越南碧瓷苏铁是完全是平的。是全平，是。对，这个如果是横截面的话，看到中脉很明显，会有一点那种轻微的 V 型的那种感觉，对吧？那个中脉是往下的，鼓起来。然后这一片那个攀枝花苏铁林呢，这一片攀枝花苏铁对我们仙湖植物园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仙湖植物园的科学家，在前2年就是在 Nature 上发表了一篇一篇论文，是作为封面来发表的。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科学研究都不是说一个人研究的成果，而是一个团队，而且甚至不是一个机构的团队。那么仙湖植物园它是协同了22家机构，60多名科学家一起做的研究。他做的那个呢，他的那个论文题目呢叫Cica's genome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evolution of seed plants. Seed plants 就是种子植物，它就指那个苏铁的基因组和早期苏铁种子植物的早期演变。然后，但我们说基因测序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刚才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它的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刚才有人问说，我看到一棵苏铁没开花，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苏铁，对吧？哇，那个好漂亮，这个蝴蝶。凤蝶对。不要进去太远吧。就是我们不要进去太远。我们作为我们的那是我们志愿者老师，要拍照。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讲，基因测序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在它不开花的时候，凭一片叶子，它在那个去做基因测序，就知道这是雄的还是雌的，对吧？雄的还是雌的。来，我们往这边走。但是基因测序都很贵，起价1000块。对，我们这边的朋友们往这边走。我再补充一点啊，就刚才那个千霞老师说，我们这个论文发表在那个 Nature 上面啊，就是可能大家对 Nature 没有什么概念，我再讲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全球顶级的那个核心期刊，一个就是 Nature， 一个就是 Science， 还有一个是，他们会进到 SCI 这个排序里面。那基本上呢，它有什么指标性作用呢？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像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种大牛呢，它基本上它的一个指标性就是说，它在 Nature 或者 Science 上有这种作为第一作者去发这个文章，然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后后面就会影响它作为这些评奖，所以它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期刊。对，那个色呢？色等级会低一点吗？对，比它2个。我们再看一下这边路边的这个。这是刚才没见过的另外一种那个苏铁类植物，它的叶片比较宽，对吧？然后你看这里面一个柱头，有一个那个褐色的，这是柱头还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呢？大家刚才可能听过的就知道，应该是它的那个繁殖的器官了，就是小孢子叶球或者是大孢子叶球。那因为大家猜一下，这个是小孢子叶球还是大孢子叶球？小一点嘛，小号的。我们看到它小小的，是不是就是小的呢？但实际上它是它的大孢子叶球。为什么呢？因为小孢子叶球，它最后的话它会萎缩，枯萎掉。它授粉以后它会枯萎掉。那这个的话呢，它还长得还挺好的，所以它的里面就是它的种子。这个太年轻了。这个苏铁类植物的话呢，它是属于泽米铁科的。
泽米铁科的，叫什么呢？叫林迪泽米。一会儿可能我们会看得到它的牌子。它叶子大，这个已经像我们阔叶了。这熟铁怎么有针叶跟阔叶啊？阔叶是草木，这个不算针叶和阔叶。这个没有这么分的哦，我们只是作为它是不同的属，这叫泽米属啊，我们那个是属于苏铁属。这是大叶子，那是小叶子，不一样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淮南子》里面有句话叫做“橘生南而为橘，生北而为枳”。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原产是哪里的？这是在澳大利亚的，不是我们这边的，好吧？啊，我喜欢大叶子的，那个太小了，太委婉了。一点不一样啊。小，你动都好，你别往嘴里晃。不能这个。第一不要动，第二更不要往嘴里晃。顶好。这些都是大包子叶球。大包子叶球。啊，这都是大包子叶球。它倒伏以后产生了。对，谢谢钟明老师，我们找到了小包子叶球。踢出来了。已经萎缩了，快掉了。对，你看到明显的，这个就是败了。败了，这个等于说。枯萎了，还有没有人要看的？没看我们走了。对你能不能在后面一点点？对，因为你今天没有参加我们的那个。报名了，我来的晚了。有报名是吧？好的，因为那个让大家都看一下。好。对，这个是那个小包子叶球。看到没啊？好吧，大家看到没有？小的，这是个雄性的，因为它不具备传播那个后代的作用，它只要散掉粉就好了，所以它不会像我们大包子一样长的那个。它这个已经散掉了是吗？就半育了嘛，散完以后它的花粉已经散掉了。对。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自然界的话呢，像那个就是。你看自然界如果是动物的话，雄的会比较漂亮，雌的就没有那么好看，对吧？但是如果是开花的话，有一些树如果是也是分雌雄异株，就一颗是雌的，小美女，你看它死了，那么它往往就是在那个它已经枯萎了。开完之后，雄花它就花瓣，雄花就会谢了，花瓣整个就飘落在地上了。然后那个雌花呢，就是因为它授粉了以后，它要那个子房它要发育成那个果实和种子嘛，所以雌花就会在树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个就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有一种叫木油桐，它的花就是这样，掉在地上的全是雄花，只有雄花会掉，因为它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但是我有点奇怪，我是不是在大包子叶球里面？会，那应该是在雌，就是大包子叶球。对，雄的都萎了。对，大家来看一下，朋友们来看一下曲纹紫灰蝶，就是苏铁的那个天敌，这里有，你看这里有一只也是逮住打死，对，逮住打死。这刚才我已经指给他们拍了是吧？啊，有拍照。那哪里？逮住打死，做标本。这个不对的，那个这个这样的啊，我们还是一个观点，就是说对于植物界来讲的话，我们的所有的害虫跟益虫的判断都是基于人的一个目的来的，但对自然界来讲，对任何生物来讲的话，它是个相生相克的过程，所以不能够认为某个东西对你没有利，它就是害虫；对你有利，它就是益虫。你如果灭绝了某一种生物的话，可能会造成整个生态链的一个损坏，整个生态链都会由于它的缺失而导致整个生态链的崩溃。所以不能轻易的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敌人怎么样，而是用自然的方法让它形成一个相生相克的环境，这样才是对。包括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这些植物，不讲苏铁，那么蝴蝶它一般它的幼虫都会产卵在这个植物的这个嫩枝上去吃它的可能吃它的嫩叶，对吧？但是呢，蝴蝶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把它的子端吃了以后呢，促使这个植物会分支。这个可能是就是有意无意当中的另外一个对植物有益的一个方面。然后我们看看远方的这个你看这个顶端就是我们说的大包子叶球，秃头。然后下面你看到红红的，对吧？红红的那些就是它暴露的种子，暴露的种子。那然后再配上它这个羽片。很有些的那个像凤凰的那个羽片一样，那这个形容有人把它形容成什么呢？
伞，凤凰抱蛋，不，秃凤凰抱蛋，秃头打伞，是不是？如果这个叶片再往上一点翘的话，就更像了，对吧？凤凰秃子打伞，秃头，它秃顶嘛，秃顶，然后又打个伞，挺有型的。这棵树。我们往这边，对，往这边走，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来观察。然后中间长了那个大包子叶球压下来的是吗？对，对，是压下来的，把压下来，不是要天然长那样的，它只那个球，它没有，就是它的那个程序还没成功散开，所以就压住它了。哦，明白，就是从中间大包子叶球，我们刚才呢，已经认识了一种以地名为命名的那个苏铁，叫什么苏铁？攀枝花。攀枝花苏铁，对。然后现在我们认识另外一种苏铁，那是我们跟仙湖有关的苏铁，它的名字就叫仙湖苏铁。仙湖苏铁。自己培育出来。原产地是哪里？这个就是我们的仙湖苏铁。它跟我们刚才看的有个旗舰种，这个会好讲一点。那是我们的手植树，就是2017年植物学大会手植的。植物学大会的时候。那像我们这一丛是上面都有挂牌仙湖苏铁，然后这个也是仙湖苏铁。那它的特征跟刚才的完全不同在哪里呢？我们叫丛生的，发现了吧？其他都是一颗一颗的，它这个都是一丛一丛的生长的。格良好。富红然后它的叶片的话，会更加就是有一种竹子的感觉，对吧？疏密有致的这种感觉。那刚才那个邱海棠老师来跟我们说，那个提示一下，这里有一颗那个仙湖苏铁，油桐仙湖苏铁，它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全球植物学大会在2017年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就是在我们中国举办，深圳举办的。我们当时像我的话，就是那年加入仙湖的那个志愿者团队。这个当时种下来的那个明星树，那这些就是这棵都是，都是。然后这里面，而且它的形态特别好，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它的树叶，然后呢，你看这里面就是它的大包子叶球。然后我们刚才说听了云里雾里的，为什么它不叫花，它叫大包子叶球、小包子叶球？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包子囊，大包子，包子囊，这片就是大包子叶。我们不是叫大包子叶球吗？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大包子叶。每一片大包子叶呢，像这个，它因为已经成熟了，种子已经掉下来了。这里我看看这里有没有，还有一点点。哎呦，这里面还藏个大蜗牛在里面。非洲大蜗牛。对，它的这个你看，它一般的这种苏铁类植物的大包子叶的话呢，它这一片叶像手掌一样，然后在它的基部这个地方会对称的长了它的种子，就是它的那个胚珠，就是它没有授粉的时候我们称为胚珠，然后授了粉以后呢，慢慢的它就成为种子，会长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手掌的这两个地方，下面手腕。对，手腕这两个地方，这里长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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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蕨类那个吗？一样吗？像蕨类的比它小很多。它这个就是长了它的那个胚珠。我们刚才在下面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叫双子铁？因为它双子铁就只长2颗，所以它叫双子铁。那一般我们像这些的话，就可能会长到4颗，或者甚至会6颗。对。它这个大包子叶呢，整个形成了一个球状，就称为大包子叶球。就是它是这一片一片的，然后后面形成一个那么大个球。对，没错，这个就是大包子叶球的，为什么称它为大包子叶球的一个原因。所以这颗是雄的还是雌的？雌的。对，这颗就是雌的仙湖苏铁。然后我们仙湖苏铁，因为苏铁它传粉的话，是比较困难的。它从一颗，你看我们一棵雄树在这里，一棵雌树在这里，传粉比较困难，所以呢，它在自然的条件下，它结出果实是不太容易的。那像我们在植物园的话呢，工作人员有时候会来做科研，他会人工给它授粉，把小包子叶球上的那个粉刮下来，然后就是他们会撒在这个上面，撒在上面以后，当然它会做一些标识，就大家就